眼前我们看到的这条河流就是长江，这里属于重庆范围之内。在长江两岸有很多奇奇特特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就来到重庆忠县的大山深处，在这里发现很多巨大无比的石头被人刻意的凿空了，里面变成大大小小的石洞，并且这些石头表面上还有很多奇怪的字符，至今没有人能解答。这些石洞也至今没有人能够确定是什么时候开凿的。今天我们就来去探索一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重庆，大家看一下重庆到底有多热啊！满脸的汗，衣服全部湿掉了。我现在在重庆忠县的一个大山里面寻找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。太热了，而且主要是闷热。我已经很久没经历过这么闷热的，差不多2年。我去年去了西北，然后今年前段时间也去西北，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么热，所以在重庆就待1-2天。其实这个地方离长江距离很近，可能1到2公里，但是这里也是属于大山深处，杂草丛生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，表面看起来是比较平整的，就是一块巨大的石头，但是在石头下面是内有乾坤。这个地方有点像石山，但是这里的石山又非常奇特，它基本上是每一块巨石相互独立的，并不是连接在一起。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石屋，感觉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有点像蒙古包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地方是位于重庆忠县的天池山上面，这些石洞、石屋大大小小有48座，非常神秘，基本上是相互相连的。最大的石屋面积可能达到30平米左右，最小的大概也有7平方米，等一下我们都能看到。那这些石屋呢，基本都是建造在这些巨型石头的内部。我现在也想不明白，一颗巨大无比的石头它是怎么开凿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历史非常悠久，并且这些石屋基本都是有门，那个门基本上宽度是约1米，高度1.5米左右。里面呢，很多布局有点像我们说的2房1厅单房一样。非常奇怪的是，这些石洞按推算大概是有2000年，但是当地人却没有开凿石屋居住的习惯，所以呢也没有查到相关的文字记载。所以很多人可能认为这里有可能是崖墓群，也有可能是人居住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去找几个石屋里面看一下，看看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。这里走要小心，因为这些草丛非常茂密，而且这里很多树枝是带了刺的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石洞，那这个石洞有点像一个门，而且这个门上面像有点盖板一样，跟我们平时看到那些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这个就是内部的空间，一进来发现中间是一个大厅，左右两边相当于是我们的卧室，这里等于睡觉就在这边。这个挺大的，宽度的话大概可能有1.5米左右，长度的话可能2米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我觉得有点像地宫的感觉，因为这里有点像棺床，放置棺椁的。因为我的猜想的话，这里有可能是崖墓。假如说这些地方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这个怎么挖出来的？我到现在也想象不出来。因为这一块巨大的石头没有挖之前是整个实心的，然后从刚才看到那个门口进来，因为门口是比较小，而里面的空间又这么大，是怎么挖出来的？而且是要四四方方的，大家能够想象得出来吗？当然，当地有些人说，他说这个是住宅，就是可能很早很早的时候，可能当时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很多人，那么当时的条件呢比较恶劣，那么休息在这种石屋里面，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安全的。如果是崖墓的话，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夫妻合葬墓，因为一左一右2个棺床。大家觉得这是哪一种呢？那个角落还有个放东西的，有点像放陪葬品，或者是说放其他的东西。这里面回音很大，我感觉也住过人，但是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崖墓。像这里就有点像门栓，门打开在这个地方，它上下都有的，下面也有。为什么说是崖墓？作为古代来讲，
这里大大小小的这样石屋48个，那么用来住人肯定不太现实，要挖出这样一个巨大的石供，那要耗费无数的人力财力。你想一想，这种洞窟得挖很久很久才行，那么他住在这里的话不太现实，成本太高了，一般人也耗费不起，就算大家族也不行。那么只能是说大家族去世之后，因为在古代讲究视死如生嘛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啊，大家猜想是不是？那整个这个高度呢，有点像星空，算是往里面凹进去了，是一个穹顶形式的，只有说墓才有这种感觉。我们再说一下，你像它这个门口是不是像一个井盖，把它盖住了，密封一下，就人进出不了。所以呢，我猜想是崖墓，大家有想法的可以说一下。这个崖壁上面，就巨大的石头上面，还有一些图案，有点像我们在哪里湖北看到那个，就是古时候的那个图腾一样的图案。这个石头巨大吧，高度的话大概7、8米高。继续往前走，这些杂草丛生，大家要小心一点了。现在来旁边这个看一下，它里面有一些崖洞已经进水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它这里你想一想，这个就有点像经常看那些秦汉时期的地宫一样的。假如说术士墓穴1层、2层、3层，对不对？它这里也是一样的。那么这里等于是1层盖板、2层盖板、3层盖板，是防止被盗。我猜想是这样的。这里比刚才那个矮一点点，在几十年前，这里可能还有人住过。像这个崖洞，这里没有门栓那种东西，这里面呢，它就是完全靠外面刚才那个盖板一样盖住密封。这外面还有很多石头，就是当年可能就是密封的石头。我猜想是这样的。再这样看一下，它的外形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一个半圆的球在土地上面，就是有点像那种封土堆形式的。因为在四川重庆这一带，就以前的老的巴蜀地区，很多这种崖墓。这个还进水了，这个就比较小，这个也进水了。整个这边都是。现在我们脚下站的这个石头是最大的，所以应该说它这里面的空间非同凡响。我对这个地方不太熟悉，另外这个地方杂草丛生，很茂密，我就不敢往里面走了。只看到这几个石屋，其他很多石屋没有找到。爷爷，那个洞大概有多长时间了？那这里的村民非常好客，我下山之后碰到这位爷爷奶奶，他们叫我来他家里做客，喝点水，顺便吃饭。当然饭我已经吃过了，并且跟他简单的聊了一下。他说这个地方最起码有2000年以上，说以前是住人的。他呢现在准备带我上山去看一看刚才我们没有找到的地方，因为他是本地人，比较熟悉。感谢这几位当地的村民，他带我来的，因为里面有些地方我找不到，他们带我往里面走，在深山里面探索，感谢他们。在这里看一个更好玩的，这个石头非常巨大吧？我们现在看到这里一个石孔，那么往这边转一转，这里也是，那等于是这一个巨大的石头，2个地方被挖空了。主要的是当时是怎么挖的？它在入口是这么大，然后进去里面空间又更大，不知道它是怎么挖出来的。所以说了不起啊！这里都是正方形，里面也是正方形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石屋都是平行的，另外旁边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石屋，
那个有点像崖墓的样子。这里最神奇的是什么？仔细大家看看，这里是2层的，奇怪吧？但是这里空间很小，比我们看到的小多了。我感觉这里就是一个墓窟，放置棺椁的就在这里，因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，这里蚊子很多，很脏。刚刚那个基本上上面有什么宽度就1米多，长度的话有几米，刚好就是放置棺椁的位置差不多。现在我们爬上去看看上面这一个是什么样子的，是不是跟下面类似？如果是类似的话，就证明这里很有可能这个地方是一崖墓，不是住人的。发现这个也是比较狭窄的，跟一开始我们看那个石屋的样子是不一样的，并且这里还有一个挖出来的，这个就很奇特，是一个 T 字形，所以我感觉这里像是崖墓，大家猜想是不是？可能这个地方，假如说很多人说是住房，那么从这些看的话，就有可能不一样，或者是说这里有住人的，也许有崖墓，两者并存，或者是不是同一个时代挖的。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住房。为什么这样讲？看到一个很独特的东西，给大家看看啊。这有点像什么？像演东西是一样的，脚在这里踩，叮咚叮咚叮咚，就把里面的辣椒或者稻谷那些破碎了。就这个，很像吧？就这个。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当时住了人。那上面这里呢，就相当于是卧室、床。它这个崖洞跟我们最开始看的那个崖洞有所区别。这里的高度，里面这高度大概就是1.2米左右，外面的话1.7米多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这里还有这些洞，应该就是门，当时这里装了门。那么这里可能不是同一个时代的。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关键上面还有一些字，还有一些易经。啊，等一下，上面有些字，有些易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的。哇，它这一个石头啊，太大了。那边还有个洞，太多了。这个我们就差不多在这里看完了，真是与众不同啊。上面还有很多字符号，这个图案很奇怪。我们现在在正面看是一种类型，侧面看又是不一样的。这些石屋我们就看完了，跟随这位爷爷出去了，碰到他们在收拾稻谷，这个是背到家里来能弄，不是在现场打。哇，第一次见到这样背的，也马上要下雨了，所以他们都在家里弄。农村就是这么齐心，看到快下雨了，很多人都在一起帮忙，就是说在家里的都帮忙来弄，看到没有，人越来越多。所以说农村就是这么齐心协力，我们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，就是这道理。背起来那个好重啊，我已经10多年没有下过田了。以前小时候摘还有收都是要的，但是现在的话基本都不会了。问一下，那个石屋有多少年了？听他们原来那时候的，有人说是2000多年了。2000多年。以前是住人的还是墓啊？说是不是墓呀？说是住人的。大家看到没有？我还在一直流汗。刚刚碰到一位大爷，简单的跟他说了一下，因为现在快下雨，他们都在忙着收稻谷，所以也没空。现在我们就准备走了。远处这里就是长江，它整个崖洞这些，包括石屋，离长江其实还是很近的。来到南方，特别是重庆、湖北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多村落、很多人的房屋是建在大山之上，一层一层的感觉，跟北方的平原是不一样的。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的会在想，
这个房子是怎么建成的，其实还是有道路的，只是说马路是绕着这个山一直往上走，那么房屋也是跟着道路两边的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